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财富似乎总是离普通人很远。很多人拼命工作，却始终无法实现财务自由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他们只懂得谋事，而不懂得谋局。正如俗语所说，谋事者穷，谋局者富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我们付出了多少劳动，而在于我们能否站在更高的层次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如果我们不懂谋局，那我们就永远只能在底层干着最累的活，拿着最低的工资。我们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，不断地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却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想要改变自己，翻身致富，首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和认知。只有站在更高的高度，我们才能看得更远，看得更清。只有拥有更广阔的视野，我们才能发现那些被别人忽视的机会。下面我就来分享3大顶级的做局思维和智慧。这些思维和智慧一般人根本没见过，但他们却是通往财富自由的金钥匙。接下来满满的干货，建议点赞收藏，反复学习。第一层次，底层谋事。在社会的底层，每个人的基本能力就是把一件事做好，这就是所谓的世道，讲究的是技术。社会上的工薪阶层、自由职业者、临时工、兼职者等等，他们都是靠着出卖劳动力或技术在生存。比如厨师、司机、老师、医生、工人等等，他们都属于这一类。要想在这个层次上有所作为，首先要拥有自己的某项技能，而且越厉害越好。然后还要不断投入时间，不断去提升自己的技能，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其次，还要找到能够供自己发挥出技能和特长的平台，创造价值才能变现。一个优秀的厨师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餐厅，他的才华就无法得到展示；一个出色的设计师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项目，他的创意就无法得到实现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可能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赚的钱也必然有限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磨练技术，尽可能做到极致，提高每小时的薪酬。在谋事这个层面，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值钱，那就是成名。同样是演戏，一线演员和群众演员之间的收入就是天壤之别。同样是做设计，明星设计师就比普通设计师的报酬要更高。同样是打官司，大律师的身价就远高于普通律师。同样是行医，名医的诊疗费用就比普通医生要更高。所以，谋事者要想有所突破，赚到比同阶层其他人更多的钱，唯有以下2条路可走。第一，求极，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那你在谋事这个层面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。这需要我们通过多年的积累，不断磨练自身技艺，成为行业的翘楚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一个厨师，那你就要把做饭这件事干到极致。哪一天当你真正成为厨艺大师，说明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，有了一定的火候。这个时候做一顿饭，你所收到的报酬可能比普通厨师1年的工资还要高。正所谓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任何一个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，都绝对是非常稀有和珍贵的存在，不愁赚不到钱。第二，成名。如果做事者不走追求极致的道路，那就只能走流量路线，也就是成名。打响旗号，提高曝光度，让自己成为行业中极具特色的代表。还是以厨师为例，如果你的做菜技术不如大师们，但你有一道独创的菜肴，非常具有特色，别说吃，一般人见都没见过，那你也能出名。好比前段时间互联网上出现的烤冰块，这就是一大特色，吸睛无数，引起了不少关注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无论如何，靠谋事来赚钱始终有限。第二层次，中层谋人。谋事靠自己，谋人靠借力。从谋事到谋人的转变，完全是思维上的质变。简而言之，谋人就是懂得找别人来帮自己做事，帮自己赚钱。这是一个建立团队的过程，中产阶层便是如此。单打独斗难成气候，唯有整合足够多的人，便可不断放大你的财富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每天一个人卖水果，可以赚1000块钱，然后你用这1000块钱请5个人，
每人每天200，让他们来帮你卖水果，那你每天就可以赚5000块。即便再给他们一些提成，那也比你一个人一天要赚得更多。如果不断放大，建立更大的团队，所赚到的钱毫无疑问会是一个能让你吃惊的数字。要想把人谋好，必须做好以下2点。第一，思维转变。你必须从执行者的角色转变成管理者的角色。凡事不可再亲力亲为，而应该着力于如何管理团队，做出正确的决策，调整团队的战略等等。把团队管理好，远比你把事做好更重要。这很容易理解，10个人做事赚钱，肯定比你1个人做事赚钱要更快更多。第二，利益驱使。谋人要懂得以利驱之，否则没有几个人愿意心甘情愿帮你干活。这就好比是开公司组团队，你不给别人发工资，他们凭什么为你卖命？所以谋人不可独占利益，要学会让利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。想让更多人来追随你，为你创造财富，那就要学会以利驱之。第3层次，上层谋局。谋事者和谋人者加起来都干不过谋局的，因为前2者都被算计在了局内。对谋局者来说，万物皆不为我所有，但万物皆可为我所用。只要是身边的资源，比如车子、房子、股票等等，都可以成为谋局的工具。谋事者靠劳动赚钱，但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被做交换的人拿走了，所以劳动者没有商人赚钱。交换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做整合的拿走了，所以做实业没有做金融赚钱。看完下面这个故事，你就知道做局有多赚钱了。一个商人去农村收购鸭子，第一次来出价100元每只，当时行情价只有80元。村民得到消息，把家里200只鸭子卖了150只。过了2天后，商人又来买鸭子，这次出到了200元一只。村民爽快地把剩下的50只鸭子都卖了。其他村民得到消息后，也争先恐后地卖鸭子。这一次，商人把村里所有的鸭子都收完了。过了几天，商人又来收购鸭子，这次出到了1000元一只。村民们纷纷后悔，觉得自己鸭子卖早了。这么高的价格，可惜自己手上没有鸭子，眼看着钱却赚不到，心里干着急。于是有人就想到了从外面去买鸭子，然后回来再卖。有村民打听到外面有一个畜牧场，总共500只鸭子，每只售价700元。于是村里人联合起来凑了35万，买下了所有鸭子。等到下次商人再来的时候，村民们准备卖给对方，不料这次才给50元一只，村民们瞬间傻眼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其实村民没想到的是，畜牧场背后的老板就是商人，鸭子还是村民们的鸭子，只是经过几次倒腾之后又回到了村民手上，而商人则靠着做局赚得盆满钵满。这还只是一个小局，真正能做出大局的人，日入上千万都不是没可能。小局发财，大局致富，这就是谋局的力量。它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资源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利用和配置这些资源。谋局者懂得从全局出发，从长远考虑。他们不是简单的做加法，而是在做乘法。他们不是在争夺一个固定的蛋糕，而是在不断做大蛋糕。谋局是一门高深的艺术，它需要智慧、勇气和耐心。要想成功把局做好，必须要懂得以下这3点。第一，设局要婉而不碎，布局切记不可直来直去，要尽可能多绕弯子。弯子绕多了，别人自然很难看懂，无法轻易猜出你的意图。很多人做局表面都会包上一层道德的外衣，然后打着各种幌子去迷惑世人。一旦有人被道德所骗，被利益所诱，必然会上钩，沦为你的盘中餐。这就像一个高明的猎手，他不会直接冲向猎物，而是会设下重重陷阱，引诱猎物一步步走进他的圈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可能会伪装成猎物的同类，可能会散布一些误导性的信息，也可能会利用猎物的弱点和欲望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猎物放松警惕，自投罗网。第二，设局要逆而不张。
设局者要有城府，懂得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，瞒天过海。布局要有耐心，隐而不发，才能出其不意，让猎物乖乖上当。如果你过于高调，很容易暴露意图，被人看透心思，打草惊蛇。布局应该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学会用各种不同的借口来掩饰自己，让局外人永远看不到真相。所谓的计中计，连环计，局中局，便是以此由来。这就像一个优秀的魔术师，他从不会直接告诉观众魔术的秘密，相反，他会用各种手法和技巧来制造悬念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在观众被表面的把戏所迷惑时，他早已在背后布下了天罗地网。等到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，再也无法改变了。第三，设局要诡而不失。高端的猎人往往会以猎物的形象出现，所以设局者要学会伪装，该讲道德讲道德，该玩诡计玩诡计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设局者必须要有两副面孔，一张刚正不阿，一张狡猾诡诈，且可以来回灵活地切换。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以正合，以奇胜，以智取，以奇谋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这就像一个出色的外交家，他在谈判桌上可以慷慨激昂，义正辞严，但在背后他却可以耍尽心机，玩弄权术。他懂得何时该强硬，何时该柔软，何时该进攻，何时该退让。在他的操控下，对手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他的圈套，最终达成他想要的结果。正所谓，不谋一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要想成大事，做大局，赚大钱，必须要有大格局、大胸怀、大抱负。一个真正的谋局高手，他的目光不会局限于眼前的得失，而是会放眼整个棋局。他懂得有时候要舍小局而顾大局，有时候要退一步而进两步。在他的谋划下，每一步看似平常，但却都是在为最后的胜利铺路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就会一鸣惊人，瓮中捉鳖，让对手猝不及防。当然，谋局不是万能的，它需要与实力相匹配，与智慧相结合。一个真正的谋局高手，不仅要有超凡的智慧，还要有过人的勇气和魄力。他要敢于承担风险，敢于面对挑战。他要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中保持冷静，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。他要懂得如何在道德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，在个人和整体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。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，他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认识到，谋局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真正的谋局应该是为了创造更大的价值，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；应该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理想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。在前面的内容中，我们深入探讨了谋局的艺术和奥秘。我们了解到，谋局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，更需要大格局和大胸怀。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但是，谋局的艺术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看到，有些人似乎总是能轻松地赚到大钱，而有些人却始终在为生计而奔波。这背后的原因，其实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。接下来，我就来分享2大做局智慧，这是穷人不懂，富人不说的秘诀。如果你想搞大钱，就请逼自己记下来。第一个智慧，就是要学会打破常规，用逆思维来思考问题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麦当劳不过是一个开餐厅赚钱的企业，但实际上，麦当劳真正赚的大钱却来自于房地产。他的策略是先把一家餐厅做火，吸引大量客流，然后再把整条街的门面都租下来。随着麦当劳的持续引流，这条街上的人流量越来越多，商业价值也就水涨船高。这时，麦当劳再把手中的门面出租给其他商家，就可以赚取大量的租金收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餐厅其实只是一个引流工具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房租。这就是麦当劳的商业奥秘，也是它能够持续盈利的根本原因。对于一个真正的做局高手来说，赚钱并不是靠打工，也不是靠赚差价，而是靠做局。
他们往往能洞察到别人无法发现的商机，然后暗中布局，最终实现盈利。马云、雷军等商业巨头在开创自己的商业帝国之初，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他们的商业模式，更看不懂他们的布局，甚至有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很快就会垮掉。但实际上，他们却靠着独特的视角和布局，赚到了别人认知之外的钱。这就是逆思维的力量，它让我们能够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世界，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它让我们能够在别人还在原地踏步时，已经领先了一大步。但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是平庸者，他们往往受限于顺思维。这种思维有以下4个特点：第一，自我设限。很多人在面对新的挑战时，第一反应就是这我肯定做不了。他们总是用自己手上现有的资源和经验来衡量新事物，一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，就会选择退缩。第二，轻言放弃。平庸者往往缺乏耐心和毅力，一旦遇到挫折就会选择放弃。他们做事浅尝辄止，从不肯下功夫去深入研究和钻研。第三，缺乏独立思考和系统思考。很多人分析问题只看表面，思路非常狭隘，不善于创新和学习。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如果我们停止了创新和进步，就必然会被市场淘汰。第四，非理性思维。平庸者容易被本能和直觉操控，在获利时不愿意冒风险，在面临损失时却盲目冒险。这种非理性的思维往往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。与平庸者相对的是那些富有逆思维的人，他们敢于打破常规，挑战自我，在别人还在墨守成规时，已经开始了一场场变革。马云、董明珠、雷军、周鸿祎等商业领袖无不是逆思维的践行者。他们敢于质疑现状，敢于尝试新的可能性。他们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，而是放眼整个市场，谋划长远的发展。正是这种逆向思维，让他们能够在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。第二个智慧就是要学会顺势而为，借力发力。在非洲的一个国家，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上世纪早期，这个国家在西部发现了黄金矿区，大量的人涌入开始淘金。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一无所获，赔得倾家荡产。但在这场淘金热中，有一个聪明的小伙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他没有去挖金子，而是在矿区开了一家小卖部，专门卖吃的和喝的。由于非洲炎热，淘金工人在流汗之后必须快速补充水分，这个小伙就抓住了这个商机，他的小卖部很快就在当地火爆起来，解决了工人们的吃喝问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不必硬碰硬，而是要学会因势利导。真正的智慧不是逆流而上，而是顺势而为，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小卖部老板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关键就在于他洞察了矿工的需求，然后顺势而为，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收益。这就是借力发力的艺术，也是做局的关键所在。要想把局做好，我们必须牢记以下2点。第一，打破思维定式。俗话说，不破不立。想要成功，我们首先要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，不能总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。我们要学会逆向思考，从结果出发，然后再反推每一步该如何走，这样就能做到胸有成竹，游刃有余。第二，出奇制胜。逆向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出人意料，取得令对手震惊的结果。就像麦当劳，表面上是在经营餐厅，实际上却是在赚取房租。这种别人想不到、看不到的招数，往往就是我们成局和赚钱的关键。总的来说，一个人如果陷入了顺思维，那他的命运往往就是逆来顺受，经常被人牵着鼻子走。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逆思维，那他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高手，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当然，逆向思维并不意味着要标新立异，而是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，找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同时，它也不意味着要孤军奋战，而是要学会借力发力，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收益。这就是穷人不懂，富人不说的2大做局智慧。
如果你想搞大钱，就一定要逼自己记住这些道理，并且付诸实践。记住，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有战略的眼光，有敢于创新的勇气，有坚韧不拔的意志。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，我们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乘风破浪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。未来属于那些敢于逆向思考的人，属于那些善于借力发力的人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打破思维的藩篱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让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舞台上演绎出最精彩的人生篇章。只有当我们的谋局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，为他人带来福祉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总之，谋局思维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素质，它能让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抓住机遇，赢得主动。它能让我们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未来属于那些能谋事、能谋人、更能谋局的人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修炼自己的谋局之道，提升自己的谋局境界。让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舞台上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，绽放自己的光芒。愿你我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航者，在机遇和挑战中砥砺前行，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让我们携手并进，用智慧和勇气共同书写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